今年的愚人节刚过，习近平也没提前打声招呼，就让统战部长石泰峰与组织部长李干杰来了个换岗。这一场看似平静的人事异动，背后却是波涛汹涌，意味着权力格局的深层重塑。有人认为，这可能是习近平的提前布局，为21大亲手摆下的一步大棋。也有人认为，这恐怕是习近平失势了，习被架空，习阵营也被打散分化了。真相到底如何？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。不过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把68岁的石泰峰震到了台面上。刚刚走马上任的吏部尚书，这个位置在中共的架构中可是个权力熏天的大当家，手握百官升迁任命的生杀大权。那么老当益壮的石泰峰怎么就突然回锅，从2线转到1线了呢？因为他帮派背景复杂，一身派系万花筒的气质，让外界猜不透他到底效忠于谁，也就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。石泰峰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又是谁的人马？他能从此迈过中共权力最核心的那道门槛，政治局常委，如愿入常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邵峰，欢迎收看希望世界的石海秘辛节目。68岁的石泰峰是山西榆社人，拥有北大法学硕士学位，曾在中央党校任职25年，官至副校长。此后，他历任苏州市委书记、江苏省省长、宁夏党委书记、内蒙古党委书记、中国社科院院长等职。他在中共20大上进入政治局，出任统战部部长，同时兼任中共政协第1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2的书记。石泰峰从中央党校一路混到核心圈层，如今还当上了吏部尚书。他是习家军团派的旧部，还是江派的老臣？他的仕途简直像党内谍战剧，与习近平、胡锦涛、曾庆红、李克强、李强、胡春华等人通通都有过交集，可谓哪派都搭得上话。石泰峰和团派的李克强和胡春华是北大校友，中共恢复高考后，他们陆续考入北大。李克强和石泰峰读的都是法律系，胡春华读的是中文系。这么看来，那个年代的北大有点像中共储君的摇篮。石泰峰与李克强和胡春华之间的情谊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。石泰峰仕途的起飞点则是在中央党校，从1993年到2002年，在胡锦涛担任校长的10年中，石泰峰一路从教研部副主任做到副校长。这条快速的升迁之路，没有胡锦涛的提拔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胡锦涛可以说是石泰峰的伯乐和贵人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曾表示，胡卸任多年后，2016年回老家江苏泰州祭祖，时任江苏省长的石泰峰曾亲自登门拜访，与胡家夫妇在庭院中品茶聊天，礼数周全。可见石泰峰在习近平主政期间依然对胡锦涛念旧情深。这样的旧情，在中共20大上胡锦涛被强行架离时，或许让石泰峰心中不无波澜。他是否因此与团派再度靠近，为中共元老们日后操盘布局埋下伏笔？他成为一位派系间的润滑剂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江派的二当家曾庆红也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，从2002年年底到2007年年底的那5年里，石泰峰继续担任副校长，
仕途未有任何变动，但他被提拔为副校长时，同时晋升的副部级是时任中组部长的曾庆红授予的。2010年起，石泰峰调任江泽民的老家江苏，历任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副书记、省长，与江派重臣罗志军搭档多年。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罗志军不仅是江派要员，更与落马大老虎周永康令计划牵扯颇深，甚至传出涉及政变阴谋。另外，石泰峰与令计划还是山西老乡。石泰峰在罗的手下工作多年，表面上是副手，实则一度成为江苏官场的稳定器。江苏是江泽民的起家地，内部派系交错复杂。石泰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，说他曾与江派互动密切，一点也不为过，但也从不深陷其中，反而像个走钢索的人，稳稳踩在红线边缘。令人玩味的是，团派、江派和习近平的台子，石泰峰居然在中央党校都一一搭过。因为胡锦涛和曾庆红离开后，习近平又跑去当了5年校长。别看石泰峰与团派和江派的关系都不错，他近年最得宠的还是习近平。两人曾在2007至2010年在党校共事，习当校长，石是副手。石泰峰天天汇报，他的低调、服从、讲政治，深得习近平的信任，让石日后一步步走进习家军核心圈，成了习的心腹。习上位后，石泰峰仕途一路绿灯，历任中共宁夏书记、内蒙古书记，他一路清理门户，一路执行习的政策。特别是在内蒙古，他发起倒查20年反腐风暴，大力清洗地方团派势力，对准的正是前任胡春华的人马，帮习收拾山头。看来石泰峰为了迎合习近平的圣意，不惜向昔日校友下手剪裙边。他还在蒙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，引发少数民族大规模的抗议。但正因如此，反而更得习的欢心。这种敢于顶雷的人，正是习的心头好。意外的是，石泰峰还与习家军的大将李强短暂搭档过。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，石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、省长，而李强于2016年6月至2017年10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。这样的短暂交集，让石泰峰的政治灵活性再次体现。无论江派、团派还是习派，谁当家他都能合得来。2022年中共20大，石泰峰进入政治局，领导统战部，而现在又掌管中组部，意味着他已经控制了中共选人用人的命脉。习近平再度拉他回战场，表明其对石仍有倚重，这或许是习为2027年21大进一步布局铺路。只不过石泰峰近年来不再积极挺习，在党内讲话也只是以套话为主，似有党中央代替习核心的意思。外界普遍认为，石泰峰绝非单纯一派人马，而是一位在派系混战中游刃有余的老将。他不只懂政治规矩，更深谙权力平衡。在这场斗争日趋激烈的中共内部棋局中，他就像是一枚谁都可以用，但谁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关键棋子，也是一个谁都能稳得住、谁都能接受的临时平衡牌。至于他未来能不能顺利入常，这位老将最后到底会听谁的话？也许答案就在下一次人事大洗牌里。如果我们把石泰峰看作是习家军的亲信，那么这次换岗的李干杰和石泰峰
一个是清华帮，一个属党校系，权力却此消彼长。李干杰似乎成了宫斗输家，清华帮风光不再，党校系趁势崛起，一场新的习家军内斗正在悄然上演。李干杰，一位出身清华、专攻核反应堆工程的技术官僚，凭借城西门生这张王牌一路升官，先在彭丽媛的老家山东打磨政绩，后被空降至中组部，可以让恩师陈希对中共的人事大权垂帘听政。李干杰曾经几乎成了习近平身边的红人，跟在习的身边鞍前马后，但他与习近平过去并无直接共事的经历，在政治和忠诚方面总感觉还是差了那么临门一脚。神隐数月后，李干杰突然被调离中组部，转任统战部，一纸命令把他从权力中心直接送到被称为特务基地的统战系统。不过李干杰60出头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很年轻，另外统战部也不是闲职，尤其在对港澳台、对海外渗透和清洗方面，中共也看得举足轻重，他未来亦有为习近平继续卖命的空间。而原本负责统战台湾的石泰峰离开统战部，意味着中共对台策略可能转向，尤其是在台湾全面反制中共渗透、两岸关系持续紧绷的背景下，中共的合统梦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。无论如何，这场人事调整不仅是中南海内斗，更可能是两岸局势的前奏曲。这一场人事地震背后可能藏着更大的变局。一直传闻习近平早被逼宫，甚至中风入院，被军方与元老联手架空。从秦刚到李尚福，从苗华到何卫东，人事连环翻车，李干杰成替罪羊，因为这些人通通都是习近平钦点的。一连串高官崩塌，让中共高层像开盲盒，谁会下一个倒下，谁也说不准。李干杰作为习近平用人策略的标志性人物，一旦被抛弃，似乎等同于习的人事牌失效，连自己选将都保不住了，何谈续权？有不少时评专家都认为，这可能是习核心权力松动的明确信号。21大前局势扑朔迷离，未来不排除还有更爆炸性的调整出现，就算是习家军，现在也难保平安了。石泰峰和李干杰换岗这步棋，揭开的不只是个人命运，更是中共高层正在瓦解的权力版图。在党内没有永远的安全区，习近平的信任危机，中共的内斗激化，一切都在进行中。但对所有人来说，这次人事异动只是风暴的前兆，真正的风暴还在中共21大，到时候就知道谁会是从中共牌桌上拿走的下一副王牌了。这里是希望世界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